我会觉得处理情绪一点都不重要，就像一个电灯开关一样，把它关掉，这样不去理它。只要每次我不开心，我就会去听 Turn It Off， 然后把情绪关起来。那你现在还好吗？你会这样教你的小孩？会，你会教他 Turn It Off。对 ，Turn It Off。你教你小孩 ，Like a light switch, just click。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之前大家都听了很多很感人啊、很疗愈的这种改变自己的过程，还有一些努力奋发向上的。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个比较扭曲一点的，欢迎伯恩。大家好，我是伯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对吧？我们上次见面应该是在浩的那个硕士生的婚塔。对，我今天就带来一些很扭曲的价值观，那实在是太好了。对，大家可以听这个故事，大家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如此之扭曲。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伯恩为什么会走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伯恩面对事情的方式很有趣，因为有些比较难过的事情，或是有些我们就觉得其实明明就是很深层的东西，它再加上它的一些滤镜下去之后，可能就会变好笑了。我之前看那个脱口秀啊，其实就有人问说，他们开的这个玩笑明明就很地狱梗，可是为什么人家其他人还会笑？这就是功利了。然后不理我，它是一个很细微的界限，就是你能让人家笑，会笑的这群人就不会觉得他有这么的可怕。但是就不笑的人，当然就会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总之，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尽量游走在那个道德的边缘。好，加油，你加油！我平常很少做这种事，可是我可以试试。我们加油！其实大家有在看伯恩的东西，可能看过他新闻，他自己在脱口秀里面有讲一些他成长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方式是比较特别的，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蛮明显的，可能男生差异跟女生差异。我的话，我是咨商师慢慢的带我，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从硬变软的过程，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你的脆弱，你要不要讲看看？先前情提要而已，因为我相信蛮多人应该没有看过我的影片。就是以前我有一个算是段子，在里面有讲到说，国中的时候有遭受到一些同学的不当的性接触这样子。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真正的故事。那你赶快说。好，反正就是国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反正就是在班上每次要放投影片的时候，教室灯不是会全暗吗？反正灯一暗，我旁边就有个同学，他的手就会开始伸过来，这样，然后就开始摸。可是，就真的讲不出为什么当下不跟老师讲。我后来因为影片上传到网络之后，有一些热心的民众帮我报案了，然后我就需要去警察局。我相信他是在走一个 SOP 啦，他问这些问题都没有带任何的价值判断。可是他就问说，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国中的时候，你有跟任何人讲吗？我说没有。然后他下一题就问说为什么没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对，因为我真的很难回想国中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会一直问说，那你有怎样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怎样？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到警察局的那一段，我才真的感受到说，我愿意把我自己以前的这个过往用段子的方式讲出来，不代表我愿意去警察局用一个非常好像就很 dehumanizing 的过程，然后一个一个问题我都要回想，就是那些细节，不代表我想要去经历那个过程。所以我是到后来才有点小后悔讲这一段。我自己后来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只有发生一次，就是那一阵子只要每次灯暗，我就想说完了，我又要被弄了。其实我有一些同学有来问我说，曾伯恩你还好吗？你有没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讲？然后我就说没有。然后老师倒是没有关心我，但同学好像有一些有看出来。我后来适应的过程，我觉得超级扭曲。我是直接开始说服自己说，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然后开始走一个很理性的说 ，OK， 所以性器官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之下被碰触，我要如何合理化这件事情呢？好，我知道了，我只要把性器官当作跟其他身体一样的器官就好了。所以我就开始说，性是没有任何特别地位的。我被碰就像是我碰你肩膀，我也没有经过你同意，你可能不想要我碰你肩膀，可是程度就仅止于此而已。我不需要因为它是任何其他的器官而多做更多的情绪反应。我是这样子去说服我自己说，好，所以一切都器官就是器官，没有任何大不了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子合理化这件事情。我没有比其他人悲惨，我就是被别人碰肩膀，我就是被别人摸头，然后我不喜欢而已，这样子去
度过那段岁月。我后来有跟一些就是有相同经验的人聊，然后他们经历了非常非常类似的脑中的过程，但是他们后来变成的样子跟我差蛮多的。有些人就变得性放荡，因为他说好啊，反正我都已经这样，没差了，就是我没差了，然后就开始到处打炮这样。可是那个根源的想法跟我的那个，我觉得是蛮接近的。但我不知道今天是要聊这个。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聊这个，我刚刚讲的比较像是有人在骂你，然后你是用比较那个态度，我也没想过是回答这个，只是既然都已经聊了，我们就稍微讲一下。我觉得每个人去面对事情本来就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方法。我刚刚有听到一点点你在责备自己是用这个方式，可是我觉得连这都不需要，因为就这样子。这就是你选择的方式。我觉得如果别人还要来说你为什么是这样子面对这件事情，那就是那个人有问题。哇，好那我们把这句话那个置顶留言在我被骂的影片下方。干嘛要再骂一次受害者？人家怎么去处理他的，不管说是不是有到伤痛，人家去处理他面对他要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得到别人同意？我觉得那是有点妙的现象，就是说我在想办法用一种轻松的方式面对我以前面对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他的确就是经历过一定是更强烈的伤痛，然后他还没有走出来，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走出来，所以他就会有很强烈的情绪。只是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会挑动那么多还没有痊愈然后受伤的人，所以就是理解，就是在你身上有看到自己的一些投射，但是可能跟他自己的现实有一个出入，他就觉得可能因为在轻描淡写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在好像你没有正视这件事情。对，就我的出发点并不是那样，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你可以那样去看待我怎么处理的，但是就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性侵别人就是一件错的事情，就是要得到法律上的制裁。但是我们探讨的是被害者要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权利自己去处理，他们想要怎么样处理这一块。A 有 A 的方法 ，B 有 B 的方法。你是因为是公众人物，然后你公开的分享这件事情，因此得到别人的讨论，就像我离婚，别人也要讨论我离婚一样。我们自己私底下，我们自己有一个自评系统，知道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别人怎么讲不会影响到我们判断，或许心里就会觉得就这样随便你讲。对啊，我其实现在我不会看网络上的留言嘞。以前刚开始当创作者的时候会，就想说我一定要看留言，我才知道自己哪里可以进步什么的。我现在觉得no 对我没帮助。如果我真的要得到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会去问同才，就同行的，因为他们比较有专业知识什么的。那网络上一些你就真的太多只会伤害你，然后对你没有帮助的东西。是，而且他也不太知道真正的你是怎样，他看到就是比较表层，所以就是建立自评系统还是有重要。还有他刚刚说跟同才啊附近的人，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你的 support 的一个 network，要建立支持系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讲其他的事情好了，就是我觉得你在面对事情的态度跟其他人是不一样，我觉得这点蛮有趣的。我一直在想说，因为其实我会有个想法，就是说任何事情只要变强就好。我会觉得处理情绪一点都不重要，处理情绪一点用都没有。尤其是现在养小孩，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哭一定有原因，如果那个原因没有排除，你再怎么安抚他都没有用，他就是肚子饿，或是他尿布就是不舒服，你一直拍他有什么用？要赶快去处理那件事情。所以任何的被骂或什么都，我觉得源头就是因为不够强，所以每次被骂我就想说，反正只要变强就好，处理掉最根本的原因，其他情绪我就都不去管它。可是如果遇到强不了了，没有办法再强了呢？哇，好难过哦。那怎么办？哇，那就想想看，是不是该转行了，要卖拉面之类的。人到最上面一定会有一个天花板嘛。对，我觉得一直变强这件事情跟不需要处理情绪这些，你刚刚讲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逻辑在的。但是比如说我有一个目标是6个月的目标，我要达成这6个月的目标，在冲的过程之中，我就会一直有一些小挫折啊，有各种的情绪啊，挫败感啊，觉得很失落，觉得很紧张，我接下来可能达不到那个目标。这个中间的过程之中一定会有情绪的，你也没有办法假装它没有。但我蛮常在假装没有的。我分享一首歌好不好？
你要唱又要唱了吗？我不用唱，但是它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剧，叫《The Book of Mormon》，它是南方四剑客的团队做出来的音乐剧，所以你就知道它不是很正经。有一首歌叫《Turn It Off》，它讲的就是任何情绪，就你只要难过，你就像一个电灯开关一样把它关掉，这样不去理它。然后里面讲的都极其讽刺，就是说哦，我的姐姐罹患癌症了，但是与其难过呢，我不如把我的情绪关掉，然后这样我就一点烦恼都没有了，耶！然后整首歌很开心。然后可是他会用一些歌词说，哦，那万一我之后也癌症呢？不管了啦，开心开心。我超喜欢这首歌的，只要每次我不开心，我就会去听 Turn It Off， 然后把情绪关起来。那你现在还好吗？就是我刚讲的，你会这样教你的小孩？会，你会教他 Turn It Off？ 对 ，Turn It Off。你教你小孩 ，like a light switch just click。那要是他没有办法呢？我觉得要能 turn it off， 它是有一些特质在的，人的特质，可能你有办法，像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我 turn it off 好几年，我的身体就直接 shut it off。对，我觉得那可能有点太久。shut it down， 暂时的啦。就是先暂时把情绪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先去处理问题，处理。只要问题有稍微变好一点点，那个情绪就会直接变好一点点。你可以再把那个情绪拿回来，说，其实还好。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根本它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呢？家人过世，哇，我其实真的是蛮幸运的，我到现在蛮少家人过世的，有啦，就是我爷爷过世，我家的狗狗过世。那是你对那怎么办呢？它不是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件你不可控制的。因为可以控制的事情，我觉得你那样子做很可以。比如说事业上，在很高压的环境，你做那件事可以，因为你觉得你有掌控感。可是当有些事情就是无法掌控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做呢？就我每次只要不想要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说，反正最后就是世界会毁灭，我也会死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也难逃一死嘛。对。或者是我会想象多重宇宙里面有另外一个宇宙里面的我，他狗狗还没死掉，然后他还很开心。你知道我不开心，可是有另外一个多重宇宙里面的我是开心的，所以其实所有多重宇宙这样加起来就没有什么好计较，就是有开心的也有不开心的。基本上用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很小，然后发生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对，用这样来说服自己。我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只要难过，我就会想到说我会死掉，然后我就不难过。是啦，我觉得是，的确很多事情，比如说可能10年前的分手，你现在回去看根本就没什么，那更不用说死掉还有几十年，再回过头来看你现在这个事件，可能真的没什么。我有发现说那个网络上的一些攻击，如果对我很严厉的话，其实对我的伤害比较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严厉程度比网络上那些人都还要高。我以前是那种6点半我一定要起来做某件事情，不管是重训啊或是念书都好，我如果没有起来，我如果赖床，我直接赏自己巴掌，而且是认真赏的那种。小时候有被打过啊？当然，对啊。你们都没被打过吗？我没有被打。真的假的？你会打小孩吗？没办法懂道理的时候，还是要就是把它当一个生物来打。我这样觉得。好，你继续。我就说今天要听的是扭曲的一些观点的。我真的会就是很认真的那样啪这样赏自己一棒，就是你这个废物，你为什么连起来都没办法？你连早上早起都做不到，你还做得到什么？你这烂货！对自己很严格，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小时候我跟我爸打篮球，我爸篮球从来不让我的。我如果6、7岁，然后我要那样投篮，他会直接冲过来，啪，把他盖火锅扇下去。每次3分球那样砰砰砰砰砰砰。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下午，我跟我爸在公园打篮球，我整个哭，一直狂大哭，然后一直骂他说我讨厌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爸可能就想说他是不是要放一点水，然后在我下一次投篮的时候他就不盖了。可是因为太明显了，他放水太明显，我就开始说不要放水，不要放水，就是你要对我很严厉，但是我如果投不进，我又会讨厌你。然后他说好，我不要放水，下一球还是盖掉。然后哇，我I hate you， 就一直我讨厌你，讨厌你这样，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因为就连那么小的时候，我都不喜欢接受很轻松的挑战。我篮球要打赢我爸，这个任务很困难，而且我要达到。然后就算过程很痛苦，我在那边哭，我还是不希望他放水。长大之后，我有一次学校的数学问题，然后我解不出来，2元2次方程式。
国中了，对，应该是国1还国2才教，可是我应该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在那边算，因为老师没有教嘛，我就自己在想办法理解为什么 x 加 y 乘 x 减 y 等于 x 平减 y 平，我没有办法自己意会出来，我就拿去问我爸，我爸他就非常非常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问说，这有什么好不会的？对我的心理打击相当大，因为我记到现在。从那天之后，我就再也不问我爸任何课业的问题，那个太真心了。就是你知道天才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有什么好不会的。这个小事件一直在我心中，就我有觉得说，不管我人生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不能去问我爸，或是不能去问别人。那你问你妈，你有没有？你妈？我妈是另外一个极端，她小时候都会陪我做作业，然后如果不会的话，我也是问我妈妈，到了某个年纪，我妈就开始对着我哭，她说：“对不起，从现在开始题目太难，妈妈都忘记了，妈妈没办法教你了。”然后我那时候看我妈，我想说你也不用这么对不起，就是。可是这个故事啊，我在去年还前年的父亲节，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一时兴起，我就问我爸说：“你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有问你一个数学问题吗？”然后他说记得。你真的记得我在讲哪一题吗？他就说。x 加 y 乘 x 减 y 哦，所以你记得我那时候的反应，然后他说他记得我那时候很难过，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也记得，而且感觉他有点愧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彼此讲过这件事情，一直到去年还前年，蛮特别的一个故事。可是我就在想说，我对自己那么严格，是不是从这种从小跟我爸的一些小小的互动得到？我觉得可能你就是以你爸爸在带你的方式来带自己，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孩，没错，我就是要那样对他。因为我觉得我长得没有很差，我儿子假如长大，他跟我打篮球，每一球都改。我是不会这样对我儿子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抗压性不一样，但抗压性是可以培养的。只是你那有点太硬了。好了，我刚刚那些有一半是玩笑话。我现在带儿子的方式，你很不爽的表情。好，反正就是我觉得啦，有优化一些我爸没做到的事情。快7个月，然后他会扶站，那扶站站不稳，他就会往后倒。我就发现说，他倒下去其实没有摔得很痛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都是哭。他每次摔倒的时候，我就会那样弄他，说哈哈哈哈，摔倒了，摔倒好好玩哦，好好玩哦。或者他倒下去，想办法就是先分散他的注意力，因为我听得出来那个摔得没有很重，我听得出摔得重跟摔得不重的差别。所以当他摔得不重的时候，让他了解，没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好玩的事情，倒了好好玩了，或是就是他倒了这样，把他拉起来，你一倒是可以马上回来的。我就在就是潜移默化的这样洗脑他说，跌倒是一件不值得哭而且好玩的事情，而且马上就可以再站起来。我懂了，因为我以前我儿子也是会这样不小心跌倒，小朋友是会观察大人的情绪的。对，我就会很轻松的过去跟他说，哎呀跌倒啦，有没有流血？他说没有，然后我就说好，那拍一拍站起来，然后就走了。那他就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一直很担心、很检查这种很慌张，他也感受得到，他就会觉得那是一件大事。但我就说就大家都会跌倒啊。但是7个月的话，就是你也不用让他觉得跌倒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吧。可是他现在他会自己去往后摔，是不是？有时候可能会。我要说的是，他现在超常笑的，他一天到晚都在笑，他们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很好笑，也是蛮可怕的育儿这个分享。一直在洗脑。对，我爸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对我们超好的，就是念睡前故事啊什么，带我们出去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工作是他的最爱，然后问数学问题，觉得这是什么好不会。他有一个转换期，然后我觉得我还在那个转换期之前，所以我对我儿子蛮好的。可能当我你不用跟你爸一样啊，你可以做自己啊。你想说40岁的时候就开始试试看，放他飞了，对。你可以走出自己育儿的路，因为不知不觉我们都会学习上一代怎么当小孩，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一代觉得怪怪的地方就停了吧，我们把它挡下来就好了。你看你刚刚在讲你爸爸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有一点难过吧。你儿子要是这样的话，你自己难道不会心疼吗？你怪怪的就好了，你儿子可以不用啊。他可以真的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去难过一下，去消化一下，他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啊，你要压可能不得已，可是我们的下一代说不定可以不用。我要送你儿子一本书哦，好，叫做 The Color Monster， 然后他会教小朋友每个情绪有一个颜色，然后去认识这些东西，然后去讲出来。因为我儿子要是他很难过的时候，笑笑的跟我讲，我会吓死，怎么这个接口对上去的不对？所以你现在看我这个样子，你会其实蛮替我担心的。我不会啊，你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要替你老婆担心。对，我就是企图的在挽救一个小生命，再拉一下说你不要这样对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对他。没有，他真的活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刚那个说每个人的个性嘛特质适合不同的教育方式，我超级认同。然后我就是看我儿子觉得他应该 OK 啦，他蛮乐天的。你也是啊，你也蛮乐天的啊。对，所以就是可以对我们这种人比较严厉一点，我们不会记得啊。我们就你看这个书，好可爱哦，这个很贵吧？我送他就说他这个是一个怪兽，然后他身上有不同的颜色，他身体里面有太多不同的情绪，他自己也分不清楚。你有没有看到超漂亮的书？所以他说你要有罐子，把这些东西用在一起。他这本书他还有附一个着色本，着色本是黑白的，它可以涂那个发生那件事情的前句是什么。我发现你读完这本书之后，那一本是可以让你更清楚的明白说，其实小孩在对于情绪的理解，它不是直线，它是有点复杂的路。后来我才发现，情绪根本就不是那么直观的东西，它是需要被训练才可以认得。有一天我妈就是食物中毒，然后半夜要叫急诊，被送去医院。然后我儿子有一天突然睡前想到这件事情跟我讲，我就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你心情是什么？他说我觉得很好笑。我说很好笑吗？因为他是有点哽咽的。我说那你是什么颜色？他说他是蓝色。蓝色就是难过啊。对啊。但是他嘴里面讲出来就是很好笑。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特意教他哦，可是他也会这样，所以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怎么会接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语言表达上应该是说很难过，但是他却说很好笑。他不敢讲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你说4岁小孩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办法到全部都很精准，可是我觉得讲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你到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件事情也吓到我了。我以为他好好的，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他有一点这样子的阴影在。还是其实他已经看透了这世界一切的笑话？没有，喜剧是悲剧加上时间啊，所以他也看到了悲剧，他领悟说我以前听过的所有的笑话都是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大家说这个是很好笑，就担心。对，因为我看到你刚刚那样子，我其实是想到我儿子。然后我们的辈分已经变这样子了。好了，反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这些，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每个人面对挫折啊，或者是一些人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的方式不一样，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他现在也是好好的，只是希望你放过你儿子。他很好啦，真的。我知道你没问题，你没问题的啦。那个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太太这边，然后分享一些我内心真的深藏很久的一些情绪。要能写出可怕的段子，就要有他这些可怕的经历，所以他这个一定很好看。我觉得这个是要放在网络上做一个证据，因为过往你说脱口秀或是喜剧都一直被课了5%的娱乐税，然后。可是问题是我讲话又不好笑，对不对？演讲是完全不需要课税的。我就说我要讲一个有趣的演讲，然后政府一直不相信我这是有趣的演讲，因为他还是在想办法收我的税。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证据放在网络上，这是个线上课程，可以把那一天3月11号、12号所有学员们他们学到的一些感动、一些知识点，当做线上课程放在网络上给大家。会在萨泰尔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是真的假的啦？真的，好，那大家有兴趣的520，先谢谢伯恩，谢谢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一定有跟你一样的人，然后这些人，我希望你们如果能坚强，就继续强硬下去吧。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有一些人会说，我就看你坚强可以坚强多久，但是就是有人有办法坚强一辈子，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本事。世界上什么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啊，加油，加油，加油！他讲得很感人哦。好，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在这边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啊，这个送你。对，然后谢谢。燕窝酸益生菌，你皮肤已经很好，你给你老婆吃好了。然后这个是维生素 D， 现在疫情的时候你还是吃一下好，你比较 OK， 没有晒不到太阳这样，谢谢，感谢。